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那些真正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当初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但如果你真的回到当下去看，你会发现他们在发生的那一刻几乎都不被理解，甚至被认为是冲动极端或者不理性的决定。真正的分水岭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有没有在一个趋势刚刚成型的时候选择去理解它，靠近它。第一个，我们就从李笑来说起。时间回到2011年，那时的比特币还只是极少数程序员圈子里的实验项目，没有主流认可，没有监管框架，甚至连加密货币这个概念都还没有被大众听说过。李笑来当时的身份也是很普通，只是新东方的一名英语教师，但他选择拿出大约10万元人民币买入比特币。站在当时来看，这几乎等同于把钱投入一个无法验证的盲盒。但随着时间推移，比特币完成了从实验品到全球资产的迁移。这个决定最终带来了数量级差异的回报，不是因为它神预言，而是他比多数人更早认真研究过这件事。第二个，赵长鹏。2013年前后，赵长鹏还在上海工作，是一名典型的技术从业者。在那个节点，他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非常激进的决定，卖掉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将资金投入到比特币相关方向。要注意一点，当时的比特币市场流动性差，规则混乱，基础设施极不成熟。几年之后，他创立了币安，并在极短时间内成长为全球体量最大的交易所之一。但这个结果是事后回看的结论，在当下他承担的是极高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稳赢的选择。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当时只有20出头的维塔利克选择放弃传统发展路径，全力投入这个新方向。几年后，以太坊成为区块链世界最重要的底层基础设施之一，支撑了整个发展。它所创造的价值增长速度实显不同于传统行业的长期积累路径。对比传统财富路径，我们对比一下传统世界，巴菲特用几十年时间通过复利和纪律建立财富，李嘉诚用一代人的周期完成商业版图。而在区块链这种新兴领域，时间被极度压缩。这并不是谁更聪明，而是他们站在了一个高增长的时代变量上。但我要强调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现在都应该冲进来，更不意味着你必须参与任何投机行为。就我个人而言，在加密领域的配置一直非常克制，只参与我能理解能承受的那一部分。我真正想说的是，趋势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而停止，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但如果你连了解都拒绝，失去的不是一次机会，而是认知本身。当时代窗口出现时，无知往往比保守更昂贵。如果你对加密货币本身感兴趣，但还没有真正操作过交易所，那理解永远停留在概念里。而我视频主页的频道里面放了OE与币安的知识分享，在我的视频下方你也可以通过我的链接注册，新用户也会有对应的活动福利。好，接下来我们就用 OE 为例，完整演示2026年最新的 USDT 买卖流程，我会一步一步演示。好，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下载这一个交易所 APP。好，官方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好，点击官方链接进来。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注册账号。好，可以用我们的手机来注册。也可以使用我们的邮箱账号来注册。好，注册之后，它会让你输入一个身份验证。好，第一次注册的话，它会让你选择你的所在地。你在哪一个地区，你就选择哪一个地区。好，这里的
所有主流的地区这上面都有。好，然后下一步添加我们的邮箱地址。好，我们的邮箱地址填写好了之后，下面有一个邀请码的填入。好，这里它会自动添加进去。好，然后点注册。好，这里它会向你的邮箱发送6位验证码。好，我们到我们的邮箱。好，在邮箱里面把我们的这一个验证码复制粘贴过来。好，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跟着一步一步的操作。好，这边我已经登录过了。这里我们一个手机号只能注册一个。大家直接跟着后面跟着操作都行，它会有一个身份正反面拍照上传的一个指示你跟着那个指示操作就好。好，所有验证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好，登录进来之后，它是一个英文的界面。好，在顶部这里有一个语言的选择。好，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简体中文，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国家的这个语言来选择。好，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这一个 USDT。好，这边我们就需要先买入这一个 USDT。在我们这一个买币区域也是顶部上方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C2C 的一个买币，直接点进去。C2C 区怎么选？如何挑选商家、成交率、成交量？这里我们该怎么来选？好，这里的交易它会有一个冻结赔付，让交易更安心。好，新手的话也比较友好。在欧易买币，第一步是进入这一个 C2C 点对点交易区。C2C 就是你直接和其他用户交易，不经过现货买卖。新手重点看商家成交率，选择成交率高、信誉好的商家。一般建议95%以上。也看一下商家的成交量，成交量大的商家比较灵活，比较活跃，不容易延迟或取消订单。好，我们直接点这一个商家的头像。好，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近30天的一个信息它的一个成交单数、成交率，还有付款时间和放币时间。它的成交率是 99.9%， 已经超过了 95% 以上了。付款的时间也比较及时，放币的时间也比较及时。好，支付方式的话有3种选择。好，这里我们一般选用这一个支付宝即时付款、即时到账。微信或支付宝都可以，但要确定实名信息与收款是一致，要确定是不是实名认证信息是不是与这一个收款一致这里大家要注意，不要转给陌生小号，转账备注不要写敏感信息，使用自己熟悉的银行卡支付账户，避免被冻结如果支付的时候它的这一个实名信息又与收款的不一致大家也不要转过去，以免丢失资金。好，选好商家之后，我们直接点这里购买。好，这边我们需要支付比如说我们想买个10块，这边它有一个限额，它是必须要2000以上的限额这边我们就换一个限额小一点的。好，重新我选了一个好，这个成交率它也有 99.98%这也是蛮高的一个用户。好，这里我买一个10块钱的，10块钱它会收到 1.44 USDT。好，下面它有一个付款的这一个，好，这边我直接使用支付宝这是没有手续费的。好，选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购买。好，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一个订单的这个详情信息。好，直接点确定。好，这里我们就来到了这一个支付的这一个页面这里它还要让我们再核对一下卖家收款账号后再付款这是比较细心的，以免我们上当受骗以免造成
财产损失。好，我们选择已阅读。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详细的这一个信息。好，这边我们就需要使用支付宝付款，我们就需要这里支付宝账号。我们先把这个账号给它复制。好，复制下来之后，到支付宝去支付。好，支付完成之后，我们就点这里。好，我已支付。好，这边我是使用手机来支付啊。这边我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好，完成之后，我们把这一个转账成功记录图片给它截图下来发送给他。好，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订单已完成。好，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资金里面查看资产。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近期资金账单。好，这个是我们完成的这个 USDT 这里账单一到这边。好，可以在订单中心这边看到我们刚刚购买的这一个 USDT。如果你是第一次交易我们可以小额的转出买这个 USDT。好，我们第一次交易的话，不要提前点刚才的这一个完成交易我们确保收到这个 USDT 之后，再点这个完成交易。好，如果我们想把这个 USDT 卖出，也是在这一个页面可以在这里点击这个出售出售就是把我们这一个 USDT 卖出。同样的，我们也要看一下它项目下面它也有一个数额的额度我们也来选一下。好，卖出的话，它的操作步骤也是一样，只不过是点击这个出售好，我们有了这个 USDT 买入这个 USDT 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进行交易。好，选择这个交易，点击这个现货。好，在这一个选择区域，我们选择现货，里面有这个主流币新手一般就用我们这个主流币来开始尝试价格的话，我们用这个最低这一个价格，我们先来初步尝试一下第一次不要选择太高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是我们这个 K 线图顶部这上方是我们这一个24小时的一个价格走向，最低价还有最高价格的一个走向。K 线图后面这个是买入卖出的一个成交订单表，后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交易操作区域。目前这一个走势在 0.1256 这边这里属于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这个上方有一个 K 线图的走势我们可以看4个小时走向或者是一天的这一个走向。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币价在尝试冲击 0.1308 这个高点失败后，连续出现了几根带长上影线的阴线，这说明上方抛压还是非常重的。伴随着下跌的这一个状况，下方的成交量柱也开始放大，说明短期内空头情绪在释放。之前的起涨点是 0.1252， 是关键的防线，如果这个位置撑不住，行情可能会进一步下探到 0.123 甚至更低。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关注 0.125 支撑位的表现，有止跌企稳迹象，可以清仓博个反弹，等1小时线重新站上 0.128， 确定回调结束再进场。注意看目前市场它的波动还是挺大的，一定要带好止损，别坑单。这一波回调也是这一个倒车接人，还是开启阴跌模式。这里我们就实操一下购买的区域，把它拉过来一点。这里我们选择这一个买入这里有一个仓位的选择，有一个全仓和逐仓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好，我们一定要选这个逐仓。杠杆新手就选1到3倍或者5倍就好。下面这一个是委托限价委托、市价委托、止盈止损。
限价委托适合想低价抄底的人。好，在这个价格框输入你想买入的价格啊，比如说现在是0.1257，好，你想等到0.1250再买，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0.1250。好，输入这个价格的话，它就会等到在下方等到它跌到0.1250的时候它才会进入这个市场。当跌到0.1250时，系统会帮你自动买入。如果跌不到，单子就一直挂着。后面它是一个市价委托适合想立即上车的人也就是立即进入这个市场。好，这个就不用输入这一个价格，系统会直接按现在的市场最优价帮你买。好，这个的话它就是秒成交，速度最快。好，金额的话，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你想花多少钱来买这个 USDT。下方有一条横线，从0到100。那是一个进度条，拖动进度条50%。拖到50%就表示用你账户里一半的钱来买入。拖到100，也就是全仓买入。这边我们拖到这个25%就好。好，这里我们还要设置一个止盈止损的一个价格，止盈的价格我们设置到0.1258，止损的价格0.1255。好，选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买入。好，这个止盈止损触发价，我们当这个市场涨到0.1258的时候它也就触发了这个价格，它就会自动交易。这个止损价格它会在跌到这个0.1255的时候它也会马上终止这个交易不会让我们损失更多的资金这也就是设置这个止盈止损价格的这一个，防止我们损失更多的这一个资金新手我们可以直接，我们就用这个限价。好，价格设置好了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买入。好，这里它有一个下单确定。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好，这边数量的话，它必须填至少10以上好，确定好之后，我们直接点确定。好，下单确定好。好，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个交易，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交易底部有一个模拟交易我们这边来真实模拟一下这个交易。好，这个页面跟我们真实交易它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工具。好，我们可以先在这个模拟工具先练习一下再进入这个实盘交易。好，点击下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单子会出现在左下角的当前委托界面，这个是跟真实的界面它是一样的好，只要没有成交，你随时可以点撤单。市价委托它也是一样的操作它的买入之后也会在我们这个当前委托下面可以在历史成交里面找到我们这一个。好，如果你想重新设置这一个止盈止损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来设置这个止盈止损。好，设置好之后直接点确定。好，如果你想看其他币种的分析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